中国新能源汽车行业出大事了。就在今天，商务部召开了一场紧急闭门会议，比亚迪、东风、长城等中国顶级车企被点名。据悉，会议焦点为0公里二手车问题。这个看似无关紧要的词，正在揭开中国汽车行业最不愿面对的黑洞。我们终于等来了这个时刻，中国汽车的恒大时刻。过去3年，每一个普通家庭在朋友圈晒出提车照片时，背后隐藏的是一次被金融杠杆裹挟的消费决策。但现在我们知道，那些所谓新车，很多都早在库房里躺了300天以上，被车企提前上牌挂名已售，再悄悄转卖为0公里二手车。为什么？为了保销量、保股价、保补贴。比亚迪不是唯一的罪人，但他站在风暴中心。比亚迪最近再次发动降价潮，多达22款车型大幅调价，其中海豹双电机混动轿车从原价15.6万直降到10.3万，降幅超过34%。要享受这个价，你得以旧换新，把手上那辆还没开坏的车交出去。这场以价换命的战争没有赢家。5月26日当天，港股汽车股全线崩盘，比亚迪暴跌 8.6%， 吉利汽车下跌 9.5%， 领跑汽车跌 8.5%， 长城汽车跌 5%， 理想、小鹏、蔚来、小米全部下跌超过 3%。 一场价格战让整个行业估值蒸发数百亿港币。为什么价格战这么致命？一组数据足以让人心惊。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仅2023年前8个月，因价格战直接损失1380亿元，产业链利润率跌破 3%。2024年，全行业平均单车利润率不足 2.1%。领跑、小鹏等新势力品牌，每卖一辆车平均亏损超过1万元。车企之间内卷，使得销售均价从22万元降至14万元，仅1年时间。这不是商业竞争，这是自我毁灭。就在上周，长城汽车董事长魏建军再一次敲响警钟，纯电车根本就不是一个可以形成闭环的商业模式。他几乎用哀求的语气说，资本已经赚够了，已经跑了。现在主机厂还在赔钱卖车，经销商还在亏损压货。他说，现在的汽车行业就像过去的恒大，只是现在还没爆。这不是危言耸听。我们回忆一下恒大当年的模式，用虚假销售数据博得市场信任，通过抵押资产反复获得银行贷款，靠政策补贴和信贷红利维持高杠杆运营。当市场失灵时，突然崩塌，波及上游、下游、普通消费者。现在，中国的主流新能源车企正在以惊人相似的模式运转，虚构销量，把库存新车伪装成二手车售出，借此获得银行授信，骗取补贴。每一台车都是金融衍生品，消费者成了最后一棒。魏建军不是疯子，他只是把这场巨大的骗局说了出来。在你看不见的地方，中国汽车供应链正在被一寸寸勒死。根据 Wind 数据，截至2025年第一季度，中国16家主流上市汽车公司平均应付账款天数为182天，是国际平均账期的2倍。什么意思？你给比亚迪供了一批零件，他可能要半年以后才还钱。与此同时，零部件采购每年被强制压价10%至20%，上百家体量小的供应商宣布退出市场。山东前程控股、辽宁兴奇等比亚迪经销商 4S 店近期密集倒闭，单个门店库存高达 2.5 个月，远超 1.5 个月警戒线。经销商平均每辆车利润不足3000元，一旦遇到消费回落，立刻亏本倒闭。比亚迪和同行正在拖死整个产业链，而这些连锁反应，
终将在某个临界点爆发。最讽刺的是，新车上牌再变成二手车售出，居然成了行业内的默认操作。为什么？为的是保住财报。只要上牌就可以算作已销售，就能获得国家的补贴，还能让库存数据变漂亮，股价不会大跌，银行还愿意继续放贷。但这笔账最后是由谁来买单的？是中国几千万以为买了辆新车的普通人。根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统计，2024年全年零公里二手车市场规模超110万辆，其中比亚迪、吉利、长城等品牌占据主力。消费者一旦买了这种新车，面临的问题是，二手车价值快速缩水，售后责任推诿，无法享受部分质保服务，部分保险公司拒绝理赔。这不仅是商业不诚信的问题，更是一场围绕金融杠杆和补贴机制的合法造假。这正是中国制造业病入骨髓的症状。中国人曾经为国产车而骄傲，我们有了自己的新能源汽车，有了比亚迪，有了中国特斯拉。但现实是，新能源神话的背后是一座用补贴、造假、压库、价格战堆砌起来的纸牌屋，一阵风就要崩塌。比亚迪只是其中最亮眼，也可能是最危险的一张牌。根据汽车之家旗下研究数据显示，截至2024年第4季度，中国汽车经销商亏损面超过 60%， 其中新能源车品牌经销商亏损率更是突破 70%。 尤其是比亚迪，因价格战不断，经销商利润空间被挤压至每辆车不足2500元。知乎上一位资深销售人员爆料，有些门店一个月只卖出5-6台车，还得承担至少20台的库存任务，卖一辆亏一辆，每天睁眼就是亏钱。这不是个案。根据中汽协与中国汽车流通协会的数据，2024年中国汽车经销商退网数量已突破420家，其中新能源车品牌退网最多的是比亚迪。你没听错，比亚迪，那个你以为正在全球开花的比亚迪，正在国内悄悄闭店关门。零公里二手车才是揭开整个谜团的钥匙。根据知情人透露，这种注册即报废的做法早已成为业内潜规则，车厂先让经销商将新车伪装成二手车，名义上完成销售，领取补贴，取得银行信用额度，再将车辆以二手价流入市场。长城汽车董事长魏建军在央视采访中也无奈承认，3-4千家渠道都在这样操作。为什么这么做？答案只有一个，为了钱。一辆未售出的新车是库存，是亏损，是流动性黑洞，但一旦上牌，它就能立刻变成一笔销售业绩，提高股价，稳住市值。一张抵押品、贷款、信用、补贴立刻到账，一个数字游戏，财报里漂亮的增长。这种把新车变二手，把库存变资产的操作，在房地产行业早就完烂了。今天它已经渗透到新能源车产业，比亚迪、吉利、领跑、小鹏，没有一个能真正独善其身。大家都在自欺欺人，装作卖得很好，骗政策，骗股东，骗市场，也骗自己。外资撤退，国际市场正在反噬中国车，比亚迪海外拓展的希望也在急速破灭。2025年4月，欧盟宣布对中国出口电动车加征高达 35% 的惩罚性关税，直指北京提供不公平补贴。这几乎直接掐住了比亚迪在欧洲市场的咽喉。与此同时，美国实施降低通胀法案，禁止任何与中国有关的电动车及电池企业进入美国市场，这让比亚迪在北美市场寸步难行。更严重的是，印度、越南、印尼等新兴市场也纷纷效仿欧美，建立本土品牌保护机制，对中资车企设置重重关卡。你以为是比亚迪走向世界，
其实是世界正在对比亚迪关上大门。中国汽车产业出海的黄金时代正在加速终结，汽车恒大化已不可避免。比亚迪会成为下一个恒大吗？这句话越来越多地出现在知乎、微博、虎嗅网的评论区，不是质疑，而是恐惧。因为回头看，恒大曾经不也一样吗？一样疯狂融资，疯狂圈地，一样靠政策、补贴、贷款堆高业绩，一样在看似扩张的背后掩盖财务黑洞，最后一样突然崩塌，股价归零，债务违约，数百万人被拖入深渊。2025年第一季度，比亚迪财报显示，应收账款激增至1120亿元，环比上涨 19.3%， 远高于行业均值。大量经销商报上车后迟迟不能回款，现金流岌岌可危。而更危险的是资产负债率，2025年一季度比亚迪的负债率高达 68.2%， 创5年新高。这是一个典型的高杠杆企业，一旦销量下滑，补贴断档，资本就会像潮水一样迅速撤离，就像恒大当年一样。谁在为这个泡沫买单？中国的新能源车产业靠的不是创新，而是巨额补贴加巨量融资加假象繁荣。2024年，中国财政用于新能源补贴的支出高达842亿元，但这一年全国新能源车的整体利润却同比下降 37%， 亏了钱还在补，补了还在亏，就像一个无底洞，把国家财政、银行信用、老百姓的储蓄全都吸进去。更悲惨的是，泡沫一旦破裂，埋单的不是车企，不是高管，不是投行，而是中国普通人，手里还着车贷的年轻人，买了高价旧款的中年家庭，被压垮、关门、维权无门的经销商，被拖欠货款、关厂裁员的供应链工人，他们才是这个神话破灭后真正掉进深渊的人。中国汽车行业正在走上恒大的老路，虚假繁荣、过度融资、压榨经销、偷工减料、财报造假。你可以不买车，但你不能不警惕，一个国家的产业链出了问题，最终崩坏的是整个经济系统。这不是比亚迪的问题，不是长城、吉利的问题，这是整个中国制造业在信任他方的问题。补贴撑不起未来，假象遮不住危机，泡沫已现，裂缝正在扩散。中国人准备好了吗？